小洛，你的努力姐姐看在眼里，明天开始你就享福了。不过今晚你要……王主管，要报警吗？陆安，是你自己离开公司，还是我报警送你走？王主管，相信你也不会告诉我原因吧？看来只有我走了。搞定。婉儿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他是谁？陆安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要不要到车上来避避雨？不必了，我喜欢淋雨。看来王姐办事还挺利索的。我已经猜到了，只是没想到你做事那么绝。你明明可以直接提分手的。没办法，我新男友喜欢看我当面分手。哼，这就是你前男友？就这？林婉，你这眼光也太差了，这种货色你也跟他处了3年。那是我以前不懂事嘛。拿着吧，够你吃3个月泡面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手滑了，跪着捡吧。陆安是吧？记住了，在这座城市，你什么都不是，滚远点儿，别让我再看见你。行啊，你可以哦，居然只是轻微擦伤。钱在这儿，我能捡到的都给你捡了，你数数看，少了我赔你。我会负责的。我刚才让人调查了哈，你今天刚被公司开掉，而我正好缺个私人管家，你看。你调查我？废话，撞了人不得知道对方是谁。陆安，24岁，川渝大学毕业，计算机专业，今天刚被公司开除，原因是不具备团队奉献精神。你们公司这 HR 词儿还挺会编。你别紧张，我不是来害你的，我正好缺个私人管家，月薪5万，你考虑一下。管家？我985毕业的。985毕业怎么了？一句话，干不干？管吃管住，管。成交。识相。你眼睛再乱看，我就给你挖了。老子问你，你会干些啥子？第一，全能逆袭系统已激活，新手大礼包发放完毕，解锁技能神级川菜专精。川菜？川菜？刚才我说川菜的时候，你们为何惊讶中带着恐惧？从前我们家来了一个川菜师傅，那一晚风雨交加，一个川菜厨师推开了大门，师傅刚进门，轰隆，雷声震耳，门突然自己关上。一个女人坐在沙发上，声音低沉地说道：“你知道做不好的后果吧？”人们不知道那晚发生了什么，只知道再也没人见过那个厨师。没多久，他的徒弟找上门，然后怎么样？你要是再在背后嚼舌根儿，我就剁烂你的嘴！我操，那么远都能听到，他是顺风耳吗？弱智。想吃什么？钵钵鸡。神级川菜技能启动。刀花，我居然会转刀花了，这手感比我以前转笔帅10000倍。乖乖，我竟然做包了！这味道，这草原，这家乡，过关。来来来，坐下一起吃，正好有事要和你说，算是对你这顿饭的奖励。上次我撞了你，让人调查你还记得吧？结果有意外发现，你父母当年的死恐怕另有隐情。你说什么？巴适，太巴适了！陆安，你给老子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新东方派来的卧底？沈总，新东方教英语的。老子说的是炒菜那个新东方，别打岔。
看来系统承不起我拿下富婆，先拿下她的胃。安逸，乱，别站着了，坐下一起吃。没外人的时候叫我理解就行，别一口一个沈总，听得老子起鸡皮疙瘩。哎，说真的，你这手艺开火锅店都能上市，干嘛跑来给我当管家？李姐，您撞我的时候，我正蹲在路边捡钱呢。捡钱？前女友的现男友撒的，说这点钱够你吃3个月泡面了，跪下捡吧。哪个龟儿子这么狂？名字给老子报上来！不急，李姐，欠我的我会连本带利拿回来。你这人有点意思，被欺负了不哭不闹，还能笑得出来。那不然呢？哭着求他回来，我这张脸还要不要了？行，字条汉子来，走一个。从今天起，你的事儿都是老子的事儿。撑死我了！陆安，去给我泡杯小时茶。已经泡好了，山楂的，解腻，温度更好。吕姐，你怎么了？我的头要裂开了，老毛病，神经性偏头痛。检测到雇主患有重度神经性偏头痛，东施吉推拿术已满足触发条件，可随时激活。正好拿来破局。李姐，得罪了。李姐，我懂点祖传的中医推拿，专治偏头痛，让我试试，就3分钟。你还会看病？别瞎折腾，叫救护车！叫救护车来不及，你这是经络堵塞，3分钟。看不好，我立刻滚蛋！轻点儿，弄死我，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东施吉推拿术启动。痛！忍住，这是在冲开死穴。颈椎第3节错位压迫神经，风池穴气血瘀结。你不仅头疼，平时还会失眠多梦、胸闷气短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天哪，太舒服了！李姐，别乱动。你继续，别停。他再这样，我怕要从推麻变成别的了。好了，李姐。陆安，你老实交代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找遍了燕京最顶级的理疗专家，都没治好的病，你3分钟就给按没了。李姐过奖了，祖传的一点手艺，混口饭吃。装蒜！你这手艺出诊一次少说10万，给我当5万的管家，取财了吧？李姐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拉了我一把，这份恩情多少钱都买不到。再说了，5万包吃包住，这待遇也不低了。10点技能点，先留着。好小子，算你有良心。从今天起，老子罩你。多谢吕姐。后天晚上有个重要的私人饭局，圈子里几个讨人厌的家伙都在。后天你以我私人助理的身份，跟我一起去赴宴。对了，明天饭局穿正式点，别给我丢人。明白，我一定不给吕姐丢人。私人饭局，这个圈子就这么大，王主管、赵括、林婉，不知道能不能碰上你们，千万别让我失望啊！走，跟我来。看都看了，还装啥子正人君子？跟上。你是往哪儿放的？扶你，怕你摔了。看够了没有？我在看走廊的装修风格。装修个锤子！进来。以后这就是你的房间。吕姐，这是次卧，这规格也太高了，我睡沙发就行。睡锤子沙发哦，老娘差你这一张床吗？别把自己当管家，就当住自己家。李姐大恩大德，小的无以为报，要不我以身相许，您看行吗？许你个头，滚！不开玩笑，李姐，说真的，这房间我住了，以后您就是我亲姐，谁敢欺负你，我第一个上。行了，少肉麻，收拾收拾，明天还要出门。对了，门可以反锁，我这人睡觉不老实，万一走错房间，你自己负责。啊？对了，后天晚上的私人饭局，那帮人眼睛都长在头顶上，你这身行头不行。密码留个8，
明天我陪你去趟广场，给你自己从头到尾置半身行头，随便耍，别给我丢脸。李姐，这卡没有额度限制的，你就不怕我卷钱跑了？你跑一个试试，老娘能在燕京把你挖地3次找出来。别废话，拿着。林婉，你居然还敢来找我！过去的人就该死在过去，我陆安要重活一回。这床真他娘舒服。先生您好，我们店是邀约制哦，请问您有预约吗？没有。那不好意思，我们只接待预约客户，门口有等位区，您可以。行，我现在预约。你们店预约电话多少？先生，我们店的预约是要先审核资产的，您确定要浪费时间？审核，把你们店长叫出来，我跟他说。我们店长不在。瞎了你的狗眼，去把你们店长叫出来。您有卡也不能带这种人进来，拉低我们店的档次啊！拉低档次，听好了，他是我省里的人，今天你们店里只要他看上，全部包起来。至于你，马上给我卷铺盖滚蛋！沈总，实在对不起，这是个新来的，不懂规矩，您大人有大量，还不快给这位先生道歉，然后去财务间上滚人！对不起，先生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求您饶了我吧。别跪啊，地上凉。美女，下次看人别光看衣服。把他弄走，碍眼。是，保安拖出去。先生，这是米兰总部刚送来的全球限量版，只有您这种气质才配得上，您去试试。去还。这小子也太帅了吧，简直是极品。凑合吧。那排，还有那边的配饰，全要了，刷卡。谢谢沈总，谢谢沈总。吕姐，这也太破费了，这身行头够我以前赚10年了。出息，跟了我那只是毛毛雨。记住，明天晚上的饭局，你就保持这个气场，谁敢给你脸色，你就给我怼回去。出了事，我顶着。明白。婉儿，一会儿进去随便挑，老公买单。陆安，真是冤家路窄啊！陆安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穿成哪样？不过是套了一身皮罢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昨天刚被开除的丧家犬吗？怎么傍上富婆了？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。这身 A 货在哪条高仿街买的？花了几百块呀！A 货，瞎了你的狗眼！他身上那件米兰总部手工定制外套，够你那辆破奔驰交3年首付了。你算什么东西？陆安，你真让我恶心！居然为了钱去当小白脸！我的人，我想怎么宠就怎么宠，不像某些人，只能捡别人不要的垃圾，还当个宝一样到处显摆。好得很！一个吃软饭的，在这装什么大尾巴狼？陆安，有种饭局上你别怂，圈子里的人都在，咱们玩点男人该玩的东西，敢不敢来？幼稚。阔少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软饭硬吃的货色？长得是不错，可惜是个穷光蛋啊！人到齐了，上菜还要一会儿，干坐着多无聊。咱们打几圈麻将热热身。怎么说，陆安，敢不敢下场陪我们玩玩？你的意思？哎呦，沈总心疼了，心疼就替他玩啊！哼，沈总，男人之间的事儿，女人少插嘴。陆安，我就问你一句话。敢不敢玩？咱们玩小点，1万1把，现金结账。输了别哭着喊妈妈就行。好啊，玩就玩。哈哈，有种！老子就喜欢你这种不见棺材不掉泪的蠢货。哎呦，火烧就是大气。陆安，别一会儿输的把底裤都当了哦。200万现金就在这儿，赢了你拿走，
输了，你今天就给我从这包间里爬出去！他们这是给你做局，这钱我来出，你别逞强。李姐，相信我，今天我要让他把之前给我的屈辱连本带利的吐出来。10点能力值是时候派上用场。检测到高强度博弈环境。丁，技能神级预判已激活，正在加载牌局数分析模型，对手行为模式预测已生成。这就是神级预判，赵光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开门红，来，让你们这帮穷鬼一把！哼。不好意思，这把我杠上开花。赵少，承让了。我操，真杠上开花了，这运气也太邪了吧！赵少，你脸色不太好啊，要不要我帮你叫个救护车？不算，你小子出千。出千？行啊，你查，你要是能查出一根毛来，这钱我双倍还你。再来一把。好，我奉陪。丁，天湖牌型已达成。天湖。赵括，游戏结束了。不好意思，天湖。赵少，履行赌约吧。是自己爬呢，还是我帮你摆好姿势？我这个人服务意识很强的，你选哪种我都配合。当初你让我在雨里跪着捡钱的时候，可不是这副表情啊。丁，赌桌上击败赵括，奖励20技能点。嘿嘿，20点够用了。陆安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陆安，我们3年的感情，你怎么能说断就断？是我一时糊涂。3年感情，你搂着赵括的时候，怎么不提3年感情？你贴在赵括身上叫老公的时候，怎么不提3年感情？我那是气话。林婉，你不是喜欢有钱人吗？赵括刚爬出去，你就换目标了，这变脸速度，川剧都请不起你了。听不懂人话说，我说一遍，听好了，他是我省力的人，给你3秒钟从我眼前消失，不然我让保安把你丢到大街上。路上慢走啊，别摔了，高跟鞋挺贵的。给老子弄死他！赵少，你这安保团队从哪个健身房找的？肌肉是挺大，就是不知道重不重用啊。系统知道该怎么办。大师级格斗精通已激活，正在分析敌人攻击模式，弱点已锁定。吕姐，退后，别溅一身血，这衣服干洗挺贵的。打断他的手，出了事儿我担着。秋车，赵少，你花了多少钱？我帮你砍砍价。就这几个。不够热身的，赵少你也太抠了。下次请人记得找贵点，这种质量对不起你的身份。赵少，刚刚你说要打断我哪只手来着？我没听清，你再说一遍。赵少，别抖啊！你看你。堂堂赵氏集团的少爷，我还没动手，你就这副表情，传出去多丢份。刚刚你说要打断我哪只手来着？左手还是右手？我记性不好，你帮我回忆一下。陆爷，我错了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那200万就当孝敬您的，求您大人有大量，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！就这力度，不够诚恳啊，赵少。你让我在雨里捡钱那会儿，可比这狠多了。我该死，我嘴贱，我不是人。行了行了，打出鼻血来弄脏人家包间，带着你这堆废物滚！下次再让我看到你就不是磕头能解决的事儿。慢走啊，赵少，下次约牌记得叫我，我给你打折。
霍少，你没事吧？闭嘴！爸，是我要你帮我查一个人，陆安，沈离身边的那个管家。还有，帮我联系顾叔叔，沈离那边该动了。你以为赢了？游戏才刚刚开始。陆先生，真人不露相啊！这是我的名片，以后有什么需要您尽管开口。陆哥，刚才那身手绝了，兄弟我以后就跟您混了。客气客气，刚才就是活动筋骨，大家别往心里去。这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能打了？古宗，是顾明，我的死对头。怎么说？他知道今晚的事了，要联合赵家对我的核心客户下手。顾明这个人心狠手辣，赵家虽然废了个儿子，但老赵的资源还在，这两家联手，来者不善。李姐，别慌，天塌下来有我顶着，个儿高嘛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一句混账话，我反而没那么慌了。先回去把情况捋清楚，兵来将。顾明盯上我最大的客户天宇集团，如果天宇被策反，我整个产业链都会断。天宇集团王总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翻你文件的时候扫了一眼，职业习惯。你一个管家，职业习惯是翻老板文件。优秀的管家要比老板更了解老板。从出屠车厂开始，这辆黑车就一直跟着，不远不近，3个车外，挺专业的。李姐，安全带系紧没？洗了啊？怎么？坐稳了，后面那哥们跟得太紧，请他切掉武器。你干什么？甩不掉了，他跟得太紧。李姐，信我吗？你先把这车甩掉，我再回答你。那你看好了，我这驾照拿了好几年了，今天才算是真正派上用场。前方路况已扫描完毕，最优路线已生成。3秒后，前方货车变道，左侧有1.5秒的超车窗口，够了。他还在追，这人疯了。别急，好戏在后头。漂亮，陆安，你到底还有多少本事是我不知道的？多着呢，慢慢给你解锁。有他在身边，好像真的什么都不用怕了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你看咱家窗户，咱家进贼了。今天还挺热闹，前有追兵，后有贼。吕姐，在这等我，万一待会儿跑出来一个，你就伸脚绊他一下。小心点。谁？哎，跑什么跑？聊两句啊，兄弟！来都来了，不喝杯茶再走。跑得挺快，这体能不去送外媒可惜了。天宇集团的合同、客户资料全翻过了，是顾明，一定是他派来的。挺专业，还戴手套，就是跑路的姿势不太优雅，给顾总丢人了。李姐，你听我说，他拿走的东西，我会让他连本带利吐出来。新任务已发布，破解商业围交危机，任务奖励高级商业谈判技能。李姐，你先去泡壶茶，今晚咱不睡了，我有点东西想给顾总准备一份大礼。他的眼神跟之前在牌桌上一模一样。这份天宇集团的合同续约条款第7条有漏洞，排他性协议只约束了产品线，没约束渠道，顾明一定会从这里下手，直接挖你的渠道商，再反过来策反王总。这个条款当初是我律师团队拟的，他们都没看出问题，你扫一眼就……可能我眼神比较好。还有，顾明的公司最近在东南亚搞了个大项目，前期投了重金，
资金链绷得很紧。他现在联合赵家来搞你，看起来声势浩大，但本质上是虚张声势。他自己后院都要着火了，哪有余粮打持久战？你的意思是 ？A 计划稳住基本盘，明天直接约王总见面，把续约条款的漏洞堵死，给他吃一颗定心丸。只要天宇不倒戈，顾明的如意算盘就碎一半。B 计划打他7寸，他东南亚项目的资金缺口就是他的命。我们不用自己动手，只需要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他的几个合作银行，前面守住，后面捅刀，他首尾不能兼顾，这场仗3天之内就能结束。你个管家，怎么比我请的商业顾问还厉害？优秀的管家嘛，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，中间还能帮老板打商战，包吃包住就行，不额外收费。齐了，明天的剧本写好了，就看顾总配不配合演出了。他到底是什么人？每次我觉得已经够了解他了，他又变出新花样来。谢谢你，陆安。谢什么？这不就是我的活吗？不过你要是真想谢，可以考虑涨点工资，我不介意的。他熬了一整夜，就为了帮我。林姐，大清早就想非礼我，我可是正经管家，得加钱的。你什么时候醒的？从你拿毯子那会儿就醒了。不过李姐，你刚才那眼神，我差点以为自己要被吃了。你给我闭嘴！李姐，你这是在煎蛋还是在炼丹？我就是想给你做顿早饭，我又不是专业的。行了，我来吧，你负责坐着等吃就行。陆安，今天你压力大吗？有点，但没事。行了，还是我来吧，你负责坐着等吃就行。陆安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爸妈走得早，我一个人打拼这么多年，真的很累。每次遇到事，我都得自己扛。所有人都觉得我是女强人，什么都不怕，但其实……李姐，以后不会了，有我在，你不用一个人扛。我有严重的失眠症，刚才看你睡着了，我盯着你的呼吸声，居然觉得特别安心。你这管家还真是全能啊！那必须的，包吃包住就行，不额外收费。陆安，陆安，顾明，他还挺会挑时间，本来还想听听李姐要说什么情话呢。这顾明真是扫兴。李姐别慌，明天咱们一起去会会他。顾明真以为吃定我了？他会为他的傲慢付出代价。李姐，记住，明天谈判分2步走，前半场你主导，保持强势，目的是麻痹他；后半场我来接手，一击致命。他要是提出不合理的条件呢？那正好，让他多说点废话，我好找更多破绽。人一飘，破绽就多，这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。今天全靠你了。李姐，我们一起赢下他。走吧。李姐，待会儿看我表演。李姐，我这领带没歪吧？待会儿打狗的时候别弄乱了造型。正经点儿。沈总，我还以为你今天不敢来了。哎呦，这屋里什么味儿啊？顾总，您这雪茄拼夕夕9块9包邮的吧？这么呛人！陆安，你个吃软饭的臭保安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哎呀，这不是赵少吗？怎么前天晚上在会所地板上爬得不尽兴，今天又来这儿兼职当看门狗了？你这恢复能力可以啊，额头上的包都快成犄角了。你找死！年轻人嘴皮子利索没用，这是商战，不是菜市场吵架。沈离，签了他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带着你的小白脸滚出这个圈子，我还能给你留条活路。哼，顾明，你是不是以为我不知道你底细？你东南亚那个项目资金链早就断了，现在急着拿我的公司去银行做抵押套现，
你这空手套白狼的戏法演给傻子看呐？哇哦，理解威武！顾总，被拆穿了是不是很尴尬？需要我借你个地缝钻一下吗？租金好商量。给脸不要脸！今天不在这份协议上签字，你们两个谁都别想走出这扇门。顾总，你这锁门的动作挺熟练啊，平时没少被债主堵在屋里吧？哈哈哈哈哈！沈林，别指望报警了。这间会议室装了信号屏蔽器，昨晚去你家翻东西的兄弟，还有路上陪你们赛车的朋友，都是我安排的。你所有的底牌我一清二楚。听见没，沈林？乖乖把字签了，顺便让你这小白脸给我跪下磕3个响头，本少爷或许能大发慈悲。李姐，我好怕呀，他们好凶，竟然还屏蔽信号，这是要杀人灭口啊！哈哈哈哈！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。顾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人有个毛病，出门喜欢随身带点特产。你干什么？拦住他！高级商业谈判技能全面发动，证据链已自动匹配投屏。去沈黎家把东西铐出来，做干净。赵括那边转过来的1000万洗掉一半。商界幕僚与老板们看过来啊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顾氏集团内部机密大放送，转账记录高清无码，税务报表原汁原味。这不关我的事儿，顾明，是你拉我下水的。顾总，忘了告诉你，信号屏蔽器只对普通手机有用。我刚才插 U 盘的时候，顺手接了这里的有线网。这些资料1分钟前已经打包发给市局精湛大队了。顾明、赵括，你们涉嫌多项严重商业犯罪，立刻抱头蹲下。警察叔叔，就是他们，刚才吓死宝宝了，还要逼我们签霸王条款呢。您可得为我们做主啊！陆先生，神机妙算，运筹帷幄啊！刚才是我有眼无珠，这是天宇集团的合作意向书，我们愿意给沈总再让3个点的利润。陆哥，以后在商界你就是我亲哥了。沈总真是慧眼识珠啊！有陆先生辅佐，江城商界以后就是您说了算。看清楚了，这就是我沈林的男人。客气客气，大家都是朋友嘛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啊，以后谁要是再敢给我们李姐添堵，顾总就是你们的榜样，懂？懂，绝对不敢。李姐，人都走光了，还抱着呢，我这胳膊都被你勒麻了。虽然我不收你占便宜的钱，但也得考虑一下员工的身体健康吧。李姐，陆安。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会做饭，能打架，连商战都打得这么漂亮。我是你的专属管家，怎么怕我涨价？不是，陆安，陆安，停！李姐，你这眼神不对劲儿啊！你这副要吃人的表情，该不会是看上我了吧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可是卖艺不卖身的。虽然我这该死的魅力确实很难抵挡。你正经点儿，我都酝酿好半天了。哎呦，还动手！李姐，你这职场骚扰知道不？你放开我！放开你？那刚才谁死死抓着我的手不放的？李姐，不开玩笑了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你知道？废话，我又不是瞎子。从你为了我跟赵括翻脸，到你半夜偷偷给我盖毯子，我都记在心里呢。陆安，我不管你以前是什么人，也不管你到底藏着多少秘密。从你给我做第1顿饭开始，我就觉得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了。我不想只做你的老板了。李姐，你可是高高在上的女总裁，我就是个小管家，你这算不算潜规则我？我是认真的，我爱你。巧了，李姐，我也挺喜欢被你潜规则的。往后余生，你的饭我包了，你的麻烦我平了。我靠，这个时候来电话，这手机我今天非砸了不可。嘘，
先接电话吧。猫白客，谁啊？你的宠物？喂，安，我回国了。江青瓷，好久不见。啊，你终于肯理我了。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刚到江城，我好想你。我们见一面好不好？不好意思啊，我现在正忙着被我老板潜规格呢，没空。晚点再说吧，挂了啊。等等。啊，真的是你？你怎么也在这里？啊，你们怎么了？没见过帅哥美女牵手啊？安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对不对？他是谁？大姐，你查户口啊？这位小姐，麻烦你松开安安的手。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不好意思，我这人记性差，一般不记无关紧要的人的名字。安安，你看看他。我看着呢。我们家李姐今天这身真好看，霸气侧漏啊！安安，我是你的猫薄荷，你忘了我们以前？行，别跟我提以前。我这人脑容量小，5年前的事儿早就格式化了。你现在突然冒出来，该不会是来找我借钱的吧？我可先说好，我现在工资卡都上交了。安安，他到底是谁？安安，你瘦了，还记得吗？你以前最喜欢我做的薄荷膏了。我这次回来特意学了新的做法，少糖的哦。大姐，男女授受不亲啊！我都说了我脑容量小，什么薄荷膏切糕的，我只吃我们家李姐做的饭。虽然难吃的像毒药，那我也乐意。你闭嘴！安，我们说好的，等我回来，我们就……段位有点低，还在用小女生那套。我们就什么？我们就桃园3结义。这位小姐，我和安安说话有你什么事？你一直死皮赖脸抓着他的手干什么？你是他公司的同事，还是别的什么人？一个浑身铜臭味的女人，怎么配得上我的安安？一定是他用钱勾引她的。我是谁？你很快就知道了。不过在来之前，我倒是很好奇，一个不告而别5年的人，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现在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，像个正宫娘娘一样质问我？我们之间的事儿，你一个外人当然不懂。我们有5年的感情基础，看到没？这是安安18岁生日，他说过我是他收到的最好的礼物。我们还约定了，等我从国外回来，就去爱琴海结婚。你拿什么跟我比？安安，你还记得吗？你亲手为我种下的那片薄荷，你说过，只要闻到这个味道，就会想起我。别碰瓷儿啊！什么薄荷？我那是种来驱蚊子的。再说我都5年没浇水了，早死透了吧？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，但你的未来必须有我。我相信你。为什么？这个女人为什么不生气？陆安为什么不帮我说话？为什么？安安，你说话呀！你看着我。今天你必须告诉我，我和他，你到底选谁？安安，我知道你只是一时糊涂，只要你让他走，我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李姐，对不起，让你看笑话了，以后不会了。不，这不可能。选谁？这还用选吗？我这人视力好得很，分得清什么是稀世珍宝，什么是过期毒药。陆安，你疯了吗？
他除了有几个臭钱还有什么？我们5年的感情算什么？还有脸提5年？5年前你不告而别，我像条疯狗一样满世界找你，那是我最难熬的日子。从你挂断我最后一个电话的那一秒起，江青瓷这个人在我的世界里就已经死了。过去只是过去，连给我塞牙缝都不配。你给我听清楚，站在这里，是我陆安现在和未来唯一的女人。你早就被淘汰出局了，麻溜的滚蛋，别脏了我们李姐的眼睛。不可能！你骗我！啊！你在骗我！你绝对是在气我！走吧，李姐，这儿空气太差了，我请你吃火锅去，去晦气。亏大了，亏大发了！怎么亏大了？为了你，我可是把一整片毛薄荷都给连根拔了，这可是不可再生资源啊！以后夏天蚊子咬我，李姐你必须负全责，得亲自给我吹吹。李这人嘴里就没一句正经的，这就对了嘛，笑起来多好看！刚才板着个脸，我还以为你要扣我工资呢。陆安，那个毛伯特，5年的感情，你真的能说放下就放下吗？李姐，对一个男人来说，过去爱过谁连个屁都不是，重要的是现在和未来，我想把命交给谁，过去的就应该死在过去。再说了，我觉得川渝小辣椒比猫薄荷更有味道。怎么熄火？盖个章，从今往后，我陆安就是你沈离一个人的私有财产，概不退还。你敢退还试试？我打断你的腿！对了，有件事忘了跟你报备。说，是不是又想扣我工资？我约了琳达他们几个发小，今晚在浴室在吃饭。你陪我一起去好不好？正好正式把你介绍给他们。好啊，正好让他们见识见识他们的理解眼光有多毒，找了个多帅的绝世好男人。别紧张，她们就是我几个从小玩到大的闺蜜，被家里惯坏了，嘴巴毒了点儿，但心不坏。放心吧，李姐，我这人啥都缺，就是不缺厚脸皮好胃口。今晚我非把们吃破产不可。切，这就是沈离藏着掖着的宝贝，一时穷酸味。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，这是陆安，我男朋友。哎呀，阿里的眼光真是越来越特别了呢，可不是吗？菲菲，上周在巴黎高定秀场，我看中那个爱马仕的西马鸭铂金包，配货都要200万，现在的男人啊，买个包都抠抠搜搜的。林大姐，圈层不同嘛，咱们聊的这些，别把人家陆先生听睡着了。好吃。沈离姐你也尝尝，这鲍鱼比咱们菜市场20块1斤的强多了。陆先生是吧？我听我们家阿里说你是他的私人管家。哎呦，这工作挺别致的呀。平时是负责扫地还是做饭啊？一个月工资多少？够在江城买个带窗户的厕所吗？林大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人家陆先生可是靠本事吃饭的，这年头能把软饭吃得这么理直气壮，也是一种稀缺人才。琳达，你狗了！琳达小姐说笑了，比起那点微不足道的工资，我这人更看重我的核心工作内容。核心工作，端茶倒水吗？比如现在，我的首要工作就是照顾我们家里姐的情绪，劝她不要跟一些仗着爸妈有2个臭钱、满嘴喷粪的垃圾一般见识。陆先生好口才，不过在川渝这块地界上，光靠嘴皮子可站不稳。琳达，你……琳达小姐说的对，光靠嘴皮子确实站不稳，所以这是沈总前几天送我的，说是管家福利，但沈总说不要就是不给他面子。全款，高新区的云座，1套房子而已，在座谁家没有几套？这也是沈总送的，说是代步工具，方便给他买菜。你，这是沈总刚给我转的，说是零花钱。琳达小姐，你说的对，在川渝，光靠嘴皮子确实站不稳，所以我不靠嘴皮子，我靠沈总。沈离，
你就这么惯着他？琳达，老子的人老子不惯着，难道你来惯？我沈离的男人，就算吃软饭，那也是川渝最贵的软饭，谁不服？憋着。陆安，咱们走，这儿的空气不太好。喂，是我，沈离身边那个男人不简单，你帮我查查他的底细，越详细越好。有意思，看来沈总找了个厉害的帮手。还有，沈离最近在谈一个东南亚的项目，你那边有没有办法截胡？交给我。不过，琳达小姐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我看不惯他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凭什么他什么都能得到？李姐想什么呢？电视都让你看出洞来了。陆安，你说我是不是太依赖你了？依赖我？那不是应该的吗？我可是你的专属管家，依赖我就是对我工作的最大肯定。我说正经的，你今天在国炮大厦那个气场、那个手段，你不应该只是一个管家。李姐，你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你有没有想过做更大的事？李姐，你这是要给我升职加薪啊？别贫，我说真的。说吧，什么岗位？我考虑考虑。天宇传媒现在摊子越来越大，我一个人管不过来，你要不要来帮我？李姐，其实我也有这个想法。这几天我翻了翻公司的财报，发现有几个板块的效率可以再提一提。你看得懂财报？略懂。以前大学选修过几门金融课，后来工作的时候也自学了一些。你一个计算机专业的，选修金融，技多不压身嘛。再说了，我这不是想多学点东西，好配得上我们李姐吗？谁要你配得上？你说什么？没听清。我说明天跟我去公司，先从副总裁助理做起，我给你开工资。遵命，沈总。千宇传媒的供应链管理还有至少15%的成本压缩空间，东南亚那个项目的风险堂口也不行。李姐，你放心，你的公司我来帮你守。天哪，那就是沈总的男朋友，好帅啊！听说是从管家升上来的，也不知道有什么本事。沈总早，这位是陆安，我的副总裁助理，以后公司的运营数据他会参与审核。哦，年轻人，学什么专业的？之前在哪个大公司高就？计算机专业，之前在一家小公司做运营专员。运营专员？那这跨度有点大呀。沈总，您确定他能看懂我们公司的财务报表？王总监，千宇传媒上个季度的供应链成本占比是23.7%，比行业平均水平高出4.2个百分点。主要问题出在物流分包商的3级代理上，如果砍掉中间层，直接跟1级物流商签约，每季度至少能省下500万。王总监，这个数字您应该比我清楚吧？老王，陆安说的对不对？你要不要回去查查数据？你什么时候开的供应链数据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昨晚你睡着之后，我翻了翻公司的季度报表，就随便看了看。随便看了看，就看出省500万的门道。可能我运气好，一翻就翻到了关键页。陆安，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？不多，也就那么一点点。你别靠这么紧。沈总，现在是工作时间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就是想跟你说，那份东南亚项目的风险评估报告，我下午给你。滚去干活！这个混蛋，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你们听说了吗？沈总那个男朋友今天在电梯里把老王怼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真的假的？老王可是出了名的难缠，千真万确，人家张口就是供应链成本、物流分包商，数据比老王还清楚。看来沈总这回找的不是花瓶。废话，沈总什么人能看上花瓶？爸妈，这是陆安，我男朋友。小陆是吧？听黎黎提起过你，坐吧，别站着。叔叔好，阿姨好，冒昧打扰了。小陆，听黎黎说
你现在在他公司做事？是的，叔叔，帮沈总处理一些运营方面的事务。运营？你学什么的？大学学的是计算机。学计算机的跑去搞运营，跨度不小啊。叔叔说的对，不过我大学期间选修过金融和管理的课程，毕业后的工作也积累了一些经验。跨专业有挑战，但我学东西比较快。老沈，人家孩子第一次上门，你别跟审犯人似的。我这是关心。小陆，陪我下盘棋。让他们男人聊，你跟我说说你俩怎么在一起的？小陆，你觉得千羽传媒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供应链成本偏高，东南亚项目的风险敞口没有充分对冲。你才去公司几天就看出来了？昨晚翻了翻报表，数据比较直观。你这棋路不像业余的。学过，小时候跟爷爷学过几年，后来工作忙就很少下了。今天陪叔叔下，手有点生。你小子看着老实，心里门清。叔叔过奖了，下棋跟做生意一样，光靠猛攻不行，得算清楚后路。有点意思。李李说你想帮他，这份东南亚项目的风险评估报告是我找人做的，你看看有什么想法？爸，你们聊完了？小陆，晚上留下来吃饭吧，阿姨亲自下厨。那就麻烦阿姨了。小陆，以后公司的事儿多上心。李李有时候太冲动，你帮他看着点儿。爸，去，多大的人了还撒娇？行了，你们年轻人自己玩去，我去准备晚饭。爸这是同意了。我爸那个人嘴硬心软，他认可的人不多。那我得好好谢谢叔叔。谢什么？谢他生了个这么好的女儿，还舍得交给我。对了，你说你学计算机的，怎么还会看财报？我说了，略懂。你这个略懂是不是还包括造火箭？哪个还没学？不过你要是想学，我可以去报个班。我爸今天心情不错，平时谁来都不给好脸色的。那看来我表现的还不错。少得意，他只是觉得你还算靠谱。只是还算？李姐，你这话说的我伤心了。要不你再跟叔叔说几句好话？离我远点儿。陆安，谢谢你今天陪我回去。谢什么？见家长不是迟早的事儿吗？谁说迟早了？我可没答应要嫁给你。那刚才在沈园是谁拉着我的手不放的？我那是怕你紧张，你别自作多情。行了，不过说真的，叔叔今天问了我公司的事儿，他其实很关心你。我知道，他只是不会表达。李姐，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，都有我在。少来这套，我又不是小女生。是，我们李姐是大总裁，铁血女强人。查到了。怎么样？陆安，24岁，川渝大学计算机系毕业，之前在一家小公司做运营，几个月前被裁，之后被沈黎捡回家当私人管家。但有意思的是，从那时开始，这个人就像开了挂一样，做菜、按摩、打麻将、飙车、商战谈判，几乎无所不能。你是说他背后有人？查不到，他的社会关系很简单，父母是普通职工，几个大学舍友，没有其他背景。那他的弱点呢？弱点，他最在意的似乎是沈黎，还有就是他这个人很重情义。重情义，那就从他在意的人下手。思仁呐，你要想清楚，跟沈如正面为敌，代价不小。代价，我早就没什么可失去的，倒是他们，我要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失去。看什么呢？再看明天的行程，
有个项目要谈，对方是东南亚那边的合作方。东南亚是之前财报里那个风险闯沟很大的项目。对，如果能谈下来，千羽的海外业务就能打开新局面。明天我陪你去。你懂东南亚那边的市场吗？不懂，但我会察言观色，帮你看看对方是不是在挖坑。行吧，那你当我的助理。遵命，沈总。关灯。陆安。晚安。晚安，李姐。东南亚项目有意思。喂，帮我查一下沈黎明天跟谁谈项目，越快越好。陆安，你会后悔的。沈总，车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出发。好，资料都带齐了吗？带齐了。另外，对方刚刚发来消息，说会议地点改在对方公司，不在酒店了。改地点怎么不早说？对方说临时有变动，我也是刚收到消息。哪个区？高新区那边的科技园。问题不大，沈总，我们提前出发，时间够。走。这个项目的条款，总觉得哪里不对。哪里不对？对方给的利润分成比例太高了，高得不正常。利润分成高，要么是他们有把握把项目做成，要么他们在别的地方挖了坑。你也觉得有问题？不是觉得，是直觉。做生意，太好的条件往往是陷阱。不管怎样，先去看看再说。Mr. Shen, welcome. It's such an honor to finally meet you. 王总客气了，咱们直接进入正题吧。You're too modest, Mr. Wang. Let's get straight down to course. 不对劲，这个翻译是心虚还是在看谁的眼色？Excuse me, could you repeat the third clause about profit distribution? I think there might be a misunderstanding. What did he say? He asked to repeat the third clause. No, I asked about the hidden conditions you omitted. Would you like me to read them out loud? 黄总，看来你们的诚意不太够啊。沈总，这是误会，肯定是翻译搞错了。王总，合同第3页第5行，利润分配以乙方实际到账金额为主。如果我没理解错，意思是钱到了你们账上，分不分分多少，由你们说了算。这个条款是律师写的，我还没来及仔细看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慢慢谈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想请王总先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你们公司的财务报表上数据跟工商登记的不一致？你什么时候学的英语？还那么流利？大学的时候自学的，看美剧练的。看美剧能练到跟老外对答如流？天赋，天赋。算了，不问了，反正我问你也不会说。沈总，请上车，回去我给你做顿好的，压压惊。陆安，你今天又救了我一次。什么叫又？我只是帮你揭穿了他们的把戏而已。谈判还是你主导的，功劳是你的。嘴皮。贾小姐，对不起，那个陆安太厉害了，他当场拆穿了我们的条款。废物，陆安，你越厉害，我就越不能放过你。计划 B 启动。你确定？我要让沈凌失去他最在乎的东西。你在看什么？公司过去3年的财务数据，我想做个系统性的梳理。这数据量很大，你一个人看得完吗？要不你给我加个班费？随便你，看完了给我一份报告。遵命。安哥，听说你昨天在谈判桌上大杀四方？哪有，就是帮忙翻译了几句。别谦虚了，
沈总回来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我可看到了。倩倩，你这话要是让沈总听到，我这个月的工资就没了。放心，我嘴严。安哥这个人真是越看越不简单。沈总，你要的报告。3天，你就把3年的数据梳理完了？加班加的，你看我黑眼圈都出来了。你不用这么拼，不拼不行啊！沈总给我的工资那么高，我得对得起这份薪水。这些数据你确定没错？我核对了3遍，千羽传媒过去3年的利润率一直在下滑，但管理费用却在逐年上升，这里面有问题。你是说有人在从中作梗？我只是把数据摆出来，具体怎么查，沈总你来定。陆安，谢谢你。我去给你倒杯水。张总，感谢你抽时间来见我们。江小姐客气了 ，CBB 是国际大公司，能跟你们合作是我的荣幸。张总，这是我们准备的合作方案，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，千羽那边你懂的。这个我跟沈总合作多年，这样不太好吧？张总，生意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千羽给你的利润分成是多少？我们给你翻倍。而且千羽那边的供应链管理一直都是你在做吧？如果你走了，他们的业务会受到很大影响。我需要考虑一下。当然，我等你的好消息。别看了，再看也看不出花来。我只是在想，到底是谁在背后搞鬼？不管是谁，迟早会露出马脚，我们只要做好准备就行。你好像一点都不慌。慌有什么用？再说了，有我在，你慌什么？也对。沈总，供应链那边的张总刚刚递交了辞呈。什么？老张？他在千羽干了快10年了。他说有更好的机会。有没有说他去了哪家公司？没有。不过人事那边查了一下，他离职后直接去了一家新注册的公司，叫华瑞传媒。华瑞传媒，从来没听过。华瑞传媒什么时候注册的？就在上周。沈总，这不会是巧合。我知道，问题是现在供应链断了，我们的业务怎么办？老张手里攥着所有核心供应商的联系方式和合同。给我3天时间。什么？我去把供应链重新跑一遍，保证业务不受影响。你不是做运营的吗？供应链你也懂？略懂。你先出去。陆安，你到底还有多少略懂？不多，但每一个都刚好能帮你。你知道老张走了意味着什么吗？如果供应链出问题，客户那边没法按时交货，我们不仅要赔钱，信誉也会受损。理解，信我。去吧，需要什么资源，直接跟我说。给我1辆车，1个司机，还有你做的饭。这3天估计要在外面跑，我也会想你的手艺。正经点儿。那我出发了。陆安，小心点儿。放心，我命硬。你是千羽传媒新来的，刘总好，我是千羽的运营总监陆安。张总离职的事儿你应该听说了，我今天来是想跟您重新谈谈合作。陆总监，老张在的时候我们合作愉快，他走了，这关系得重新捋一捋。而且华瑞那边也来找过我了，给出的条件。刘总，华瑞给您报的单价是多少？我猜比我们高10%。你怎么知道？猜的。不过刘总，您有没有算过华瑞的付款周期是多少？我听说他们新公司账期至少3个月，千羽的付款周期一直都是1个月内。就算单价低10%，一年下来，您的资金周转效率比华瑞那边高出一大截儿。这笔账，刘总应该比我清楚。陆总监，
你挺会算账的。做生意的不会算账怎么行？刘总，我们的合作条件不变，如果您愿意续约，我可以做主，把今年的订单量再增加15%。当真？白纸黑字写进合同，成交。陆总监，您可真厉害。刘总那人是出了名的难缠，他不是难缠，是精明。精明的商人只算利益，不算交情。只要利益到位，他比谁都好说话。那您怎么知道华瑞的付款周期？猜的。新公司现金流紧张，账期不可能短。第一家搞定，还有7家，2天。这个混蛋也不知道吃没吃饭。怎么样？7家核心供应商全部续约，合同都签了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老张跟这些人合作了好几年，他们不可能轻易……他们确实不容易说服，但商人嘛，只要利益到位都好说。我给他们每人加了5%的订单量，条件是签3年长约。你跑了3天，2天半，剩半天回来补觉。辛苦了。不辛苦，为沈总服务是我的荣幸。陆安，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在路边捡你吗？因为我帅。因为你看赵阔和林婉的眼神，没有恨，只有不屑。那种眼神不是一个认命的人会有的。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人不简单。原来李姐早就盯上我了。谁盯上你了？我就是觉得你是个可造之材。那现在呢？你觉得我是什么菜？烦人精，离我远点儿！安哥，听说你一个人搞定了所有供应商，运气好。运气好能3天跑7家，安哥你就别谦虚了，整个公司都在传说你是沈总的秘密武器。什么秘密武器？我就是个打工的。行，打工的。不过安哥，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说。你最近太出风头了，公司里有些人不太高兴，你小心点。你放着，我来做。你上次做的蛋炒饭盐放了2次，咸的我喝了1晚上的水。那是意外。所以今晚还是我来，你负责吃就行。陆安，以后别那么拼了，身体要紧。好。好吃。好吃就多吃点，这几天你也没好好吃饭吧，下巴都尖了。真的吗？那正好，减肥。减什么肥？你这样刚好，再瘦就不好看了。你的意思是我现在好看？我什么时候说你不好看了？陆安，我有个想法。说。我想让你正式加入千羽的管理层，不只是副总裁助理那种虚职。沈总，你这是要提拔我？你的能力不应该只做助理。行，不过得加钱。掉钱眼里了。感谢各位今天的光临。华瑞传媒将从今天起正式进军川渝市场，我们将带来最先进的内容制作理念和最优质的艺人资源。江总，有消息说华瑞传媒的目标是千羽传媒，请问属实吗？我们不做针对，我们只做最好的自己。 CBB 非常看好川渝市场，我们会投入充足的资金和资源，打造一个全新的传媒生态。请问首期投资金额是多少10亿，这只是开始。10亿，还挺能吹。要不我们查查他账户里到底有没有10亿？你能查到？
查不到，不过可以猜。CBB 虽然是大公司，但他们在东南亚的项目最近出了点问题，现金流未必那么充足。你连 CBB 的事儿都知道，关注一下竞争对手的基本信息，不是应该的吗？不管他们有多少钱，我们做好自己的事儿就行。沈总说的对，江青瓷他回来就是为了对付我，不只是对付你，他是对付我们。你不怕吗？怕什么？我们有彼此。沈总，请问您对华为传媒的成立有什么看法？市场欢迎竞争，有竞争才有进步。听说华瑞的联合创始人江青瓷是您男朋友的前女友，请问这事儿属实吗？陆安现在的女朋友是我，至于他的过去，跟我没关系，跟千羽更没关系。请多关注业务本身。这帮记者鼻子比狗还灵，对不起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你道什么歉？又不是你的错，是我以前的事。我说了，过去的事跟我没关系。从现在起，你是我的人，谁想拿你的过去做文章，先过我这一关。李姐，你这护短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改？我乐意，你管得着吗？今天的发布会很成功，媒体的反应比预期好。这只是第一步，千羽那边有什么反应？沈丽很淡定，那个陆安据说刚刚搞定了所有供应商的续约。他还真是能干。Serena， 你对他还有感情？感情早没了，现在我只想赢。下一步挖他们的核心艺人，我就不信砸钱还挖不动。已经安排了。沈总，昨天到今天，我们旗下有3个头部艺人提出了解约。3个？谁？林林、张雨桐，还有陈浩。陈浩是千羽传媒的一哥，带货能力全公司第一。他们给的解约金是多少？3倍的合同违约金，加起来将近2亿。华瑞出的价是，据说每人还额外给了一笔签字费，具体数额不清楚。合同里有没有竞业限制条款？有，但华瑞的律师团很强，他们声称竞业限制条款不符合新劳动法的规定，已经在准备诉讼了。周姐，林林、张雨桐、陈浩这3个人跟公司的合同还剩多久？林林还有1年半，张雨桐2年，陈浩还有8个月。所以华瑞是挑了合同期限最短、违约金最低的3个人享受。你的意思是？华瑞现在砸钱挖人，目的是制造恐慌。如果我们自乱阵脚，他们就赢了。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跟他们拼钱，而是稳住基本盘。怎么稳？公开表态，马上发声明，强调千羽的经营状况良好，资金链健康。第二，给现有艺人加福利，不是加钱，是加资源，更好的曝光机会，更大的平台。第三，加快培养新人，填补空缺。照陆安说的做，声明今天之内发出。艺人那边你挨个谈，资源可以倾斜，但底线不能退，明白？沈总，别急，这才刚开始。我知道，只是有点累。嗨，有我呢，放心。3个艺人，2个已经签字了，陈浩还在犹豫。犹豫？再加500万签字费，我就不信他不动心。Serena， 成本已经很高了。Eric， 这不是成本问题，是战略问题。拿下千羽的头部艺人，就是在向市场宣告，我们来了，我们更强。这点钱值得。你确定不是因为私人恩怨？我说了，我只想赢。想什么呢？在想我是不是太仁慈了？怎么说？老张走的时候我该警觉的，结果什么都没做，让他们又挖走了3个艺人。李姐，这不是你的错，对方是有备而来，我们是被动应战，换成任何人都一样。你总是替我找理由。这不是找理由，是事实。再说了，有我在，他们想赢没那么容易。你又有什么鬼点子？我在查华瑞的资金来源 ，CBB 确实有钱，但他们的钱不是无限的。东南亚那个项目的资金缺口，我找人核实过了，至少3亿美金。你确定？80%的把握，只要我们能拖住，他们的现金流迟早会出问题。你哪来的人脉查这些？略懂。陈先生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
江总，我跟千羽合作了好几年，沈总对我也不薄。不薄？你帮他赚了几个亿，他给你的分成是多少？3成、4成？华瑞给你5成分成，外加1000万签字费，这笔账你应该会算。陈哥，这个条件确实……江总，我需要时间考虑。当然，不过我提醒你，机会不等人，3天之内我等你的答复。看什么呢？看华瑞的新闻，他们又签了一个小网红，还发了通告。别看了，越看越烦。我就是不服气，凭什么他们砸钱就能为所欲为？因为他们有钱啊。不过钱总有花完的时候。你怎么有把握？没把握，但我不喜欢认输。你这个人有时候真让人看不透。那你就多看几眼，反正我不收钱。沈总，陈浩刚刚发了解约函，签字费多少？1500万，比之前说的又加了500万。陈浩的合同还有8个月，华瑞为了挖他不惜血本。他们倒是有钱。沈总，要不要发声明谴责对方恶意挖角？没必要。发声明显得我们心虚，该走的留不住，把精力放在剩下的人身上。一个都走了，其他人更难留了。李姐，我有个想法。说。我们自己培养新人，与其花高价留人，不如打造自己的 IP。培养新人，周期太长了。不一定要从零开始。千羽旗下有不少有潜力的新人，只是之前资源都倾斜给头部了，现在正好把资源重新分配。行，你拟个方案，下周开会讨论。遵命。陈先生，合作愉快。江总，我能问一句吗？请说。你为什么花这么多钱挖我？以华瑞的实力，完全可以自己培养新人。因为我不喜欢输。就因为这个？这个理由还不够吗？你在写什么？这么认真？新人培养计划，顺便查了点东西。查什么？那是 CBB 的财报？对，我找人弄到的。你怎么弄到的？花钱买的。商业情报有渠道就能买到。你还真是嘛都敢干。为了你嘛。少贫，说正事。你看这里 ，CBB 的现金流最近3个月在持续下降。他们投给华瑞的钱，有一部分是从别的项目挪过来的。你是说，他们资金链真的紧张？不是马上会断，但撑不了多久。只要我们稳得住，他们迟早会先撑不住。陆安，你真行。那必须的。审计预判，正在分析目标企业资金链风险评估中。CBB 的资金缺口比我想象的还要大，最多3个月，他们就得被迫收缩战线。江青瓷，你想玩，我陪你玩到底。财报，财报。晚安，李姐。今天召集大家是要宣布一件事：千羽传媒从今天起将启动新兴计划，重点培养和扶持新人艺人，资源向潜力股倾斜，不再过度依赖头部。沈总，
这个计划需要投入多少钱？现在公司现金流本来就不充裕，钱的事不用你操心，你只需要把运营端的工作做好。陆安，你一个新来的，凭什么插手公司战略？王总监，我不是新来的，我是沈总任命的副总裁助理，公司的战略我有权参与。助理说白了就是个跑腿的，你别以为沈总宠你几天，你就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王总监，上次你负责的供应链成本问题解决了吗？你还没解决的话，我建议你把精力放在工作上。至于我是不是盘菜，不劳您操心。千羽那边发了声明，宣布启动新兴计划，要自己培养新人。沈离这是被我们逼急了，开始病急乱投医了。培养新人，周期太长了，等他培养出来，市场早被我们占了。没错，不过也不能掉以轻心，继续挖人，不仅要挖头部，中腰部有潜力的也要挖。Serena， 预算已经超了。我说了，这不是成本问题，这是战争。你这份方案写得很细，连每个新人的培养周期、资源配比、预期收益都算出来了。做方案嘛，数据越细越有说服力。你以前在公司做运营，也写这种方案？写过类似的，不过没这么复杂。算了，不问了，反正问你你也不会说。沈总英明，新兴计划我会全力支持，但你也知道，公司里有人不服你。我知道，老王嘛，从第一天就看我不顺眼。不止老王，还有一些老人觉得你资历太浅，不配坐这个位置。资历浅不代表能力差，我会用结果说话。好，我等着看你的结果。陆安，你说我们能赢吗？当然能。你这么有信心？不是有信心，是必须赢。如果输了呢？不会输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你输。你提前预知的，等赢了再补上。混蛋！陆安、沈离，你们等着，这只是开始。沈总，华瑞那边又有动作了，说他们买下了川渝卫视黄金档的广告位，连续3个月，而且请了当红顶流做代言人。那个顶流，之前我们谈过。对，本来已经谈得差不多了，被华瑞截胡了，代言费翻了3倍。川渝卫视黄金档顶流代言高价挖人，江青瓷这是在烧钱抢市场。他烧得起，我们就陪他烧。不，我们不跟他拼烧钱，我们拼差异化吧。怎么说？华瑞走的是高举高打的路线，砸钱买流量、买代言、买人，这套打法短期有效，但不可持续。我们走的是内容路线，深耕优质内容，打造自有 IP。流量可以买，但内容买不来。千羽这几年积累的内容库、版权资源、制作能力，是华瑞短时间内追不上的。你的意思是把资源往内容端倾斜？对，与其花高价跟华瑞抢代言、抢广告位，不如把钱投在内容制作上，做出1、2个爆款，比什么广告都管用。把内容制作部的负责人叫来。好的。你又救了公司一次，这不是还没成吗？等成了再夸。赵姐，公司准备加大内容投入，你们部门有啥子想法？沈总，我们手头有3个备选项目，一个是都市职场剧，一个是悬疑短剧，还有一个是恋爱综艺。恋爱综艺具体什么形式？明星加素人配对恋爱，类似市面上那几道爆款综艺的模式。太同质化了，市面上类似的节目已经饱和，观众审美疲劳了。那陆助理有什么建议？做职场观察类真人秀，聚焦年轻人真实的职场困境和成长，既有话题性，又有社会价值，而且这个赛道目前还是蓝海。职场观察这个角度确实新。具体咋个操作？找几家有代表性的公司合作，真实记录年轻人的职场生活。嘉宾请职场专家、心理学教授做观察员，话题可以围绕内卷、躺平、00后整顿职场等热点展开。这个可以，我马上出方案。好，1周之内我要看到完整的策划案。江总，千羽那边最近在筹备一个新项目，好像是职场观察类真人秀，
职场观察，沈林这是黔驴技穷了吧？不要小看他们，职场话题现在的热度很高。热度再高也是小众，我们的路子才是正道，流量、代言、头部艺人。Serena， 预算已经超了，如果再这样，预算的事儿我会解决，你只需要把事儿办好。最乐观的估计3个月，如果再加上几个意外因素，2个月。又在书房待到那个晚，查了点资料，你那个样子下去，身体要垮。垮不了，我结实着呢。陆安，你不要太拼了，公司的事我们一起扛。就是因为一起扛，我才更要拼。我不想让你一个人扛。傻瓜，睡吧，明天还有硬仗要打。沈总，这个职场观察类真人秀想法不错，但这个题材收视率能保证吗？刘主任，市面上同质化的恋爱综艺已经饱和了，观众早就看腻了。职场话题是当下社会的热点，内卷、躺平、00后整顿职场，哪个不是热搜常客？而且，这个节目不只是给年轻人看的，职场问题是每个家庭都关心的。父母看孩子，孩子看自己，年龄跨度大，受众面广。你分析的挺透彻，不过这个项目的预算不低。如果我们合作，电视台这边也要承担风险。刘主任，我们可以签对赌协议，收视率达到某个指标，电视台的分成提高；达不到，我们的分成降低，风险共担。年轻人有魄力。行，这个项目我感兴趣，具体的分成比例和排播时间让下面的人细谈。刘主任，合作愉快。你啥子时候学会跟电视台谈合作嘞？来之前做了点功课，刘主任这个人喜欢有魄力的年轻人，你越敢担风险，他越愿意给你机会。你这个人硬是啥子都懂，不是什么都懂，是刚好懂你需要的东西。少来这套。沈总，请上车。哟，陆助理，听说你今天又立了一功，跟电视台谈成了合作。王总监消息真灵通，不过是个综艺节目罢了，搞得好像签了几个亿的大单一样。王总监说的对，确实不是什么大单，不过积少成多嘛，总比什么都不做强。你什么意思？就是觉得与其盯着别人做了什么，不如想想自己能做什么，你说是吧？江总，上个月的支出超出了预算30%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现金流最多还能撑2个月。2个月够用了。Serena， 我们是不是该收一收？千羽那边一直按兵不动，我们却在不停的烧钱。收！现在收，之前投的钱全白费了，继续投。新兴计划的方案已经落地了，第一批选了5个新人，资源已经开始倾斜。艺人那边有什么反应？大部分还在观望，有几个主动表达了续约意向，条件是提高分成比例。分成比例可以适当提高，但不能突破底线。一旦开了口子，其他人都会来谈。对，底线不能推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累了？有点。便歇会儿。你说华瑞那边还能撑多久？最多2个月，他们的烧钱速度太快了。2个月够了，我们的职场综艺2个月后上线，正好卡在他们的资金链最紧张的时候。沈总英明，少拍马屁。陆安，你说我们要是赢了，你最想做什么？最想好好睡一觉，这几天太累了。你就这点出息？不然呢？带你去度假。去哪儿？你定，我只负责买单。这可是你说的。我说的，赖不掉。节目名称暂定职场新人，每期60分钟，共12期。拟邀嘉宾包括知名企业 HR 总监、心理学教授、职场畅销书作家。嘉宾名单里能不能加一个神秘嘉宾？
神秘嘉宾？对，不提前公布身份，每期换一个，可以是创业公司的90后 CEO， 也可以是工作10年的资深打工人，增加悬念和话题性。这个好，观众会猜下一期的嘉宾是谁，讨论度一下就上来了。按陆安说的改，其他没问题的话，方案就这么定了。你又给了赵姐一个灵感，她做内容10几年都没你想得周到。可能我旁观者清吧。陆安，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创业？沈总这是要赶我走？谁要赶你走了？我就是觉得你的能力。等华瑞的事解决了再说吧。好。泽瑞娜，千羽的职场综艺已经正式立项了，听说电视台那边也很看好。一个综艺而已，能翻出什么浪？我找人分析过，这个题材确实有爆款潜质。那就想办法搅黄他。怎么搅？挖他们的嘉宾，给钱给资源，我就不信挖不动。知道了。方教授，感谢您赏脸。陆先生客气了。听沈总说，你对 AI 产业有独到的见解。方教授，我开门见山，我想做一家 AI 公司，从底层算力做起，打造完整的产业链。底层算力，这个投入不是一般的大。我知道，但这是未来。谁掌握了算力，谁就掌握了 AI 的命脉。你比我想象的要有野心，不是野心，是眼光。方教授，我需要你。陆先生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从大厂离职吗？愿闻其详。因为我不喜欢被人当工具使。大厂的 AI 部门，说到底是为业务服务的。我想做的是真正的技术创新，不是给电商推荐算法打补丁。我理解。你能给我什么？自由。技术路线的决策权100%在你手上，我只管出钱出资源。当真？白纸黑字写进合同。陆先生，合作愉快。方教授，欢迎加入。谈得怎么样？方正同意了。你真要自己创业？李姐，我不是要离开千羽，我是想做更大的事儿。我知道。李姐，不管我做什么，你永远是我最重要的人。少品，坐好，到了。想什么呢？在想，你要是真的创业了，我们见面的时间就少了。怎么，舍不得我？谁舍不得了？我就是习惯了有你。不会少的。新公司的事儿，我还得经常请教沈总呢。你请得起我吗？请不起，所以得把你绑在身边。陆助理，你来的正好，嘉宾这块出了点问题。怎么了？我们拟邀的那位心理学教授，临时被华瑞截胡了。他们出了3倍的价格，请他去另一档节目做嘉宾。还有备选吗？有是有，但咖位和影响力差一些。赵姐，嘉宾不一定要大牌，关键是要有观点能输出。我认识一个做职场研究的博主，粉丝不多，但内容很扎实，要不要试试？博主有上镜经验吗？做过直播，镜头感不错，而且他本身就是从职场底层一步步打拼上来的，经历很有说服力。行，你让他来试试镜。好。放轻松，就当是在做直播，跟镜头聊天就行。很多人问我职场到底要不要站队，我的答案是不要。站队的本质是放弃独立思考。你把命运交给别人，别人凭什么对你负责？这人可以啊。陆助理，你推荐的这个小林简直捡到宝了，他的观点比那些大牌教授还犀利。他确实有料，只是之前缺少平台。
第1期就让他上，效果好，后面可以常驻。赵姐，我先接个电话。喂，方教授。陆先生，你上次跟我聊的事儿，我认真考虑了。方教授有什么想法？我需要见见你团队的其他成员，光靠我一个人做不成事儿。没问题，时间地点您定。后天晚上还是上次那家餐厅。好，方教授，多谢信任。别急着谢，我还没答应呢，见了面再说。方正这条线稳了，接下来是算力和资金。新公司的事儿要跟李姐摊牌了。又忙到这么晚？李姐，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。你说。我想创业，做一家 AI 公司。你想好嘞？想好了，方正已经基本同意了，接下来需要找资金和算力资源。需要多少钱？初期至少5个亿。我投。李姐，你不问问怎么回本？我相信你，就像当初在路边捡你的时候一样，我相信你不是普通人。李姐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你敢让我失望试试？5个亿，你确定不是画饼？叔叔 ，AI 是未来5到10年最大的风口，现在入场还来得及，再晚就只能吃别人剩下的。你有团队吗？已经谈了一位国内顶尖的 AI 专家方正，另外还有几位技术大牛在接洽中。你什么意见？我投。小子，我女儿的钱，你要是亏了，我饶不了你。叔叔，我不会拿李姐的钱开玩笑。哈哈哈哈！行，有魄力。这个项目，我以沈氏集团的名义投10个亿。爸，你疯了！你爸我清醒得很，这小子有眼光，我看好他。小陆，你放手去做，家里的事儿不用操心。谢谢叔叔阿姨。我爸那个人嘴硬心软，他肯投10个亿，是真的认可你了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更不能让他失望。陆安，不管新公司做成什么样，千羽永远是你的后盾。有沈总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今天叫大家来，是有件事要宣布。我要创业了，做 AI 公司。方教授已经同意加入。安子，你这是要起飞啊？需要人手吗？我虽然不懂 AI， 但打杂我还是可以的。安子，你说要我们做什么？我需要你们，秦风负责运营，陈岩负责市场，李伟负责行政。当然，前提是你们愿意。废话，必须愿意。年轻人有干劲。陆先生，资金到位后，第一件事是什么？算力。没有算力 ，AI 就是空中楼阁。我打算收购几家超算中心，把算力底座先搭起来。有魄力，这个方向对了。安子，收购超算中心，这得多少钱？几十亿吧。几十亿？所以有的忙了。千羽那边又有动作了，他们那个职场综艺第1期嘉宾找了一个网红博主，试镜效果出奇的好。网红博主谁？一个叫小林的，粉丝不多，但内容很扎实，据说是陆安推荐的。又是他，陆安。Serena， 千羽的综艺如果真的爆了，对我们的压力会很大。那就想办法让这个综艺做不成。怎么做？他们的拍摄场地、合作方、后期制作，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，节目就得停。我知道了。陆安，你说华瑞那边会不会对我们的综艺下手？会。江青瓷不是那种坐以待毙的人，他肯定会想办法搞破坏。那我们怎么办？
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我已经让赵姐把各个环节都做了备份方案，场地、合作方、后期都有备选。你什么时候安排的？从立项那天就开始准备了，跟江青瓷打交道得留后手。你这个人心思也太缜密了。不然怎么配得上我们李姐？贫嘴。很多人觉得辞职就能解决所有问题，但你没想清楚自己要什么，换100份工作也没用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该辞职？2种，一种是公司快倒闭了，一种是你在公司已经学不到任何东西了，其他的都是矫情。这期播出绝对上热搜。安哥，出事了！什么事儿？我们的后期制作合作方刚刚临时通知说档期排不开，要延期2周。延期2周？我们的播出时间已经定了。我知道，所以赵姐那边急坏了。备选方案呢？有一家备选的后期公司，但他们的报价比之前那家高了30%。钱不是问题，时间才是。可是预算的事儿我来跟沈总解释，你马上去签合同，别耽误进度。延期2周，刚好卡在播出前，这不会是巧合。华瑞动力手脚80%是。他们知道正面竞争比不过内容，就搞这种小动作。卑鄙！别气，我们已经启动备选方案了，不会耽误播出。如果备选方案也被他们搅黄了呢？那就再备选。我准备了3套方案。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我说了啊，从立项那天开始。陆安，你真的是……是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有你在，真好。千羽的后期合作方换了，他们用了备选方案，没有耽误进度。备选方案？对，而且他们似乎早有准备，不只是后期，拍摄场地、合作方，每个环节都有备份。陆安，Serena， 我们是不是该换个思路？这样硬碰硬，成本太高了。换思路？你让我认输？不是认输，是战术调整。继续挖人，千羽的艺人、内容团队、技术人员，只要能挖的，通通挖。知道了。陆安、沈离，我不会让你们赢的。2个月。正好是华瑞资金链最紧张的时候。又在书房待那么晚？在想新公司的事儿。陆安，你压力大吗？有点儿。别一个人扛，还有我呢。李姐，等新公司上了轨道，我们就结婚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。我想娶你，谁要嫁给你了？不嫁给我，还能嫁给谁？你讨厌！今天开始，离安科技正式启动。第一步，算力。我计划在2个月内拿下川渝及周边至少3家超算中心的控股权。陆总，超算中心的收购不是买白菜，每一家都有国资背景，谈判周期长，流程复杂。我知道，所以需要分梯队推进。第一梯队，民营控股的2家，最快，阻力最小。第2梯队，混合所有制的2家，需要跟地方国资委沟通。第3梯队，纯国资背景，走上层路线。安子，我跟陆岩负责哪一梯队？你们负责第1梯队，速战速决，1周之内给我意向书。没问题。这个年轻人做事有条理，不盲目。陆总，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。方教授，请说，你为什么选择 AI 这个赛道？是因为风口，还是因为别的？因为我看过一组数据，未来10年 AI 将替代50%以上的重复性劳动，这不只是风口，是趋势，
谁掌握了 AI， 谁就掌握了未来。你比我见过的很多投资人都有远见，不过光有远见不够，还得有钱。钱的事儿，方教授不用担心，沈氏集团的10个亿已经到账了。10个亿，沈家对你这么信任？运气好，遇到了贵人。陆总，我跟定你了。新公司那边怎么样了？一切顺利，方正已经正式入职了，秦风他们几个也在跑第一梯队的收购。那就好。对了，华瑞那边又有动作了。什么动作？他们挖了我们内容制作的一个副总监，那个人手里攥着好几个项目的核心资料。谁？老刘，就是赵姐的副手。老刘这个人能力一般，但知道的东西不少。他签了华瑞，我们的项目细节就全暴露了。别急，老刘知道的都是已经公开的信息，真正核心的东西他没权限接触。你怎么知道？之前赵姐跟我说过，老刘负责的是外围协调，核心策划从来不让他碰。法务那边发律师函告他违反竞业协议。好的。你总是能提前想到。习惯了。就这些。江总，我能接触到的就这些了。核心策划赵姐从来不让我碰。那你有什么用？我知道他们的拍摄计划、场地安排、合作方名单，这些信息确实有用，我们可以针对性的破坏他们的拍摄。行，你先去人事办入职，工资翻倍。谢谢江总，谢谢江总。Serena， 这个人知道的有限，花双倍工资挖他不值。值不值我说了算，只要能给千余添堵，花多少钱都值。陆安，你说老刘去了华瑞，我们的综艺还能顺利播出吗？能。拍摄计划虽然暴露了，但我们的备选方案他不知道。场地、合作方都有备份。你连这个都想到了？跟江青瓷打交道得留后手，我说过很多次了。陆安，你以前到底经历过什么？为什么对留后手这么执着？因为吃过亏，以前太相信别人，结果被坑得很惨。以后不会了，有我在，没人能坑你。李姐，你这话说的我有点感动。少来，感动就好好干活，别偷懒。陆总，久仰久仰，沈老哥跟我提过你，说你是他见过最有远见的年轻人。陈行长过奖了。陆总，客套话不多说，你这次来是为了新公司的贷款。联安科技需要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。我听说川渝银行有一项针对科创企业的专项扶持政策。你消息倒是灵通。没错，总行刚批了100亿的专项额度，利率比市场低2个点。不过这个额度是给头部科创企业的，审核很严。陈行长，这是我的商业计划书。陆总，你的计划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。做企业格局要大，陈行长100亿的额度，我要50亿。年轻人有魄力，行，50亿我批了，不过有个条件。您说？离安科技的基本户要开在我们银行，而且未来3年你们的结算、理财、发薪全部走川渝银行的通道。成交。安子，50亿！你张嘴就要了50亿，那个行长还真的批了。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。安子，你这是要起飞啊！别高兴太早，钱到了，压力也到了。这50亿，每一分都要花在刀刃上。放心，我们3个帮你盯着。贷款批了？批了，50亿，利率比市场低2个点。10亿，你怎么办到的？运气好，加上沈家的面子。你这个人越来越让我看不透了。方教授，钱到位了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陆总，你看，这是我规划的 AI 底层架构，如果用传统方式搭建，至少需要1年。但如果直接收购现成的超算中心，把算力租给别人用，同时自留一部分做研发，半年之内我们的模型就能跑起来。你的意思是用算力养研发？对，算力本身就是稀缺资源，我们把超算中心的功力租给其他企业，赚来的钱反哺研发，这样研发成本就能覆盖掉很大一部分。方教授，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，彼此彼此。
Serena， 千羽那边又出招了。说，陆安注册了一家新公司，叫利安科技，刚刚从川渝银行拿到了50亿的专项贷款。50亿？他哪来的本事？据说是沈长山牵的线，川渝银行的总行长亲自批的。50亿，他怎么做到的？ Serena， 我们是不是该收手了？千羽有沈家撑腰，收手！我投了那么多钱，你让我收手？不是收手，是战术调整。继续硬碰硬，我们耗不起。那就加快速度，在离安科技起来之前，把千羽打垮。陆安，你今天拿了50亿，压力大吗？有点。后悔吗？不后悔，为了你，为了我们，值得。谁跟你我们呢？不跟我们还能跟谁？安子，第一梯队的曙光数据我们已经接触上了，对方管理层对收购持开放态度，但报价偏高。这个数能谈吗？这个数比对方报价低20%。我知道，但曙光数据设备已经用了5年，折旧报价是很高。陆总说的对，设备折旧是谈判的筹码。安子，第2梯队的天福超算，对方是国资背景，流程比较慢，可能需要沈家那边出面打个招呼，我来安排。还有呢？第3梯队的锦城云和，对方管理层态度暧昧，既不拒绝也不答应，像是在等更好的买家。这家我亲自谈。陆助理，第1期后期已经做完了，效果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。确实不错，小林的表现很出彩。对了，你听说了吗？华瑞那边最近在疯狂挖人，我们部门又走了2个。谁？2个剪辑师。技术一般，但知道我们的制作流程。影响大吗？不大。我们的核心流程是分段的，每个人只知道自己那一块。华瑞挖走1-2个人，拼不出全貌。那就好。赵姐，最近多留个心眼儿，重要资料加密。明白。Serena， 有个好消息。说。锦城云和的负责人松口了，他们愿意跟我们谈合作，条件是我们出价要比千羽高。他们想要多少？比千羽的报价高20%。答应他。20%不是小数目。我们的预算……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。拿下锦城云和，就等于掐住了千羽 AI 战略的脖子，这笔钱值。怎么了？锦城云和那边被华瑞截胡了，他们出了比我们高20%的价。20%？华瑞疯了吗？他们的钱是大风刮来的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是借来的。他们在赌能赢。那我们怎么办？锦城云和不是唯一的算力来源，我们换一个目标，秦岭超算。这家在西安，虽然是国资背景，但设备更新，团队更强，而且西安那边对科创企业的扶持力度比川渝大。秦岭超算，我有个老同学在那边的研究院，可以让他牵线，尽快安排。华瑞出了比你们高20%的价，他们哪来那么多钱？借的。CBB 在东南亚的项目有资金缺口，他们很可能挪用了那笔钱。挪用项目资金，这是违法的。所以我怀疑江青瓷已经走投无路了，他这是在拼命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等他们的资金链崩盘，我算过，最多再过1个月，他们就撑不住了。好，我信你。沈总这么信任我，我得好好表现。Serena， 锦城云和那边已经签约了，下周1开始走流程。好。陆安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安子，第1梯队的3家全部拿下，比原计划提前了整整1周。3家加在一起，算力总量已经足够支撑坚毅参数级别的大模型训练了。安子，咱们的算力底座算是打实了，还不够。陆总的意思是，3家民营的只是开始，真正的战略资源是国资背景的那几家，他们的算力规模、设备迭代速度、政策支持力度不是民营能比的。安子，国资背景的谈判周期长，流程复杂，最快的天福超算至少还要1个月。我知道，所以分2条线走。第1条，继续推进天福超算和锦城云和的收购；第2条，启动算力租赁业务，把我们已经到手的算泥租给有需求的中小企业，用租金反哺研发，同时还能抢占市场先机。方教授，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。Serena，CBB 总部那边来电话了，说什么？他们要求我们缩减预算，东南亚项目的资金缺口比预期大，总部需要调回一部分资金填坑。缩减预算？现在？我们刚拿下锦城云和，正需要钱来推进合作。不是缩减到0%，是砍掉30%。总部说，如果3个月内华瑞不能实现盈亏平衡，就要考虑撤资。3个月怎么可能？ Serena， 我们是不是该收手了？收手？我投了那么多钱，你让我收手？不是收手，是收缩。
集中资源打重点，放弃那些烧钱又没回报的项目。把艺人挖角的预算砍掉一半，综艺项目暂停，集中资源保住锦城云和的合作。好。Serena， 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，沈离身边那个陆安不简单，我们一直在跟着他的节奏走，从挖人到截胡超算，每一步都是他在逼我们出牌。如果再这样下去，输的人会是我们。神级预判，最佳融资窗口2个月后，估值预期1000亿加。2个月，1000亿估值。离安科技求婚。有忙到这么晚？李姐，下个月你哪天有空？下个月？怎么了？想约你出去。你约我？我们不是天天在一起吗？不一样，这次是正式约会。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我开车来接你。谁要跟你约会？我去接你，别迟到。你不会是要……想什么呢？就是约个会。早点睡。他到底想干什么？安子，这才几个月，咱们就从临时办公室搬到了这里，这地段，这视野，我以前想都不敢想。跟着安子，日子是越过越好了。别光顾着感慨，今天有2件大事。第一，秦岭超算的收购意向书签了。秦岭超算，国资背景那家，这么快？方教授的老同学牵的线，加上沈叔叔那边的关系，流程比预期快了很多。秦岭超算的功力规模比锦城云和大30%，这下华瑞那边就算拿下了锦城云和，也不够我们打。安子，你这是釜底抽薪啊！别高兴太早。第2件事儿，我们账上的钱快见底了。安子，50亿这么快就？收购3家超算中心花了30亿，新办公室装修、设备采购、团队扩张花了10亿，研发投入5亿，账上还剩5亿。安子，5亿够撑多久？3个月，所以我们需要新的融资。陆总，你的计划是？估值1000亿，融资50亿。安子，1000亿估值，咱们公司才成立不到半年，不是拍脑袋定的。我算过，以我们目前的算力储备、技术团队、市场占有率，1000亿估值是合理的，而且风口马上就要来了。陆总，你确定？方教授，你信我吗？信。李姐，你今天很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不就是换了件衣服？换得很好看。怎么了？沈离，谢谢你在我最落魄的时候捡起我。李姐，从你在路边把我捡回家的那天起，我就知道这辈子赖定你了。你问我爱你什么？爱你的霸道，爱你的嘴硬，爱你明明不会做饭还要硬撑的样子，更爱你看我的眼神，那种全世界都不重要，只有我重要的眼神。沈离，嫁给我，让我照顾你一辈子。好。天啊，安哥求婚了！你小点声，安哥太浪漫了吧！太骨头大屏求婚，这牌面整个川渝都得羡慕死。他就是爱搞这些虚的。虚的，学姐你眼睛都笑没了，还说虚的。学姐，恭喜你，安哥是个好人，你们一定要幸福。谢谢。转了一晚上了，不累吗？我高兴，你管得着吗？李姐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在我最落魄的时候没有嫌弃我。谁说我没嫌弃？我当时就是缺个做饭的。那现在呢？还缺吗？不缺了，现在不缺了。又是谁？
陆总，出大事了，华瑞那边的资金链断了。